站住！进城请出示身份证。身份证？那是何物？放肆！瞎了你的狗眼！没看到我家主子身份尊贵吗？还不速速放行！我不管你主子是杀猪的还是卖茶的，清河县铁律，凡入城者必须出示身份证，没有证不能入城。区区一个看城门的也敢拦我们？拿去喝酒，把路让开。城门丙字口有人试图行贿守卫，意图强闯，呼叫巡查司。大胆狂徒，你们找死！主子，属下保护不力。住手！反了，真是反了！镇乃，我管你是镇乃还是镇察，在清河县没有林县长的盖章的身份证，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得去那边排队。你敢打断我说话？拒不配合者按治安条例拘留15日。想进城去右边那栋房子办理临时身份证。现在把武器交出来！主子不能交啊，这是御赐。很好，入乡随俗。李忠，剑给他。哼，我倒要看看你们这清河县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走，去办证。主子，您万金之躯怎么能和这些人站在一起排队？属下去把前面的人赶走，嫌不够丢人吗？刚才的钢叉没尝够滋味，给我闭嘴，排队。姓名萧什么？大点声！后面还有人排队呢。萧彻，萧二狗，这名字够接地气的。放肆！是彻底的彻。嚷嚷什么？看你这打扮人模狗样的脾气还不小。行，萧彻，奇怪，京城来的，职业是什么？也就是平时靠什么营生？我掌管天下最大的一盘生意。哦，无业游民，吹牛大舞。你个刁民说什么？我家主子寻衅滋事，取消办证资格，驱逐出境。你确定要拍桌子？去那边坐下。做甚？面部信息采集，画人像，快点，后面人都等着呢。下巴收一点，别瞪眼，放松，对，别笑。好了，拿好临时身份证，有效期7天，城内住店、买卖、报关全靠它。丢了补办交10文钱。下一个。二狗，主子息怒，咱们先进城，等安顿下来，属下定叫这清河县令万段。进城，我倒要看看这个林县令把清河县搞成了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地方。这路面竟没有扬尘，那黄衣人骑的又是何物？竟不用牛马拉车？主子小心，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清河县处处透着古怪。赶了半天路，去那边买几个包子垫垫肚子。老板，把这笼包子全包了。排队，我给你的是银子，购买你这个包子铺了。看清楚，拒收大额银两，找不开。要买包子，要么去街角的清河钱庄换成清河代金券，要么刷身份证扣信用点。还有，排队插队者不卖。你找死！有人插队还打人了！警察司快来啊！李忠，退下！误会，我家仆人不懂规矩，我们这就去换钱。把你的脾气给我收起来，在摸清底细前不许惹事。主子，难道咱们就任由这些贱民欺辱？规矩，好一个规矩！朕就在他的规矩里找一家最好的客栈。最好的天字号房，来2间。好嘞，两位客官，请出示身份证，办理入住登记。住店还要那石牢子身份证？林县令规定，客栈实行实名登记制，无证入住，查出来客栈要封门，客官您也得进去蹲几天。
小二狗是吧？行了，押金100文，退房时多退少补。小二，在小二狗客官上添字1号房。你叫我什么？小二狗啊，牌子上不是这么写的吗？带路。好嘞，二位客官，楼上请。客官，咱们悦来客栈可是装了林县令最新研发的自来水系统，您看这儿。主子小心，有机关，墙里藏了人！哎呦，客官，快收起刀剑，这不是机关，这是自来水，只要拧开这个铜把手，水就源源不断的来，不需要下楼打水。源源不断？这墙内并无水缸，水从何处来？难道这林县令懂得龙王降雨之术？什么龙王啊？听说是城外的水车连着什么管道，加了压，咱也不懂。反正全城现在的客栈都装了这个，您要用水拧开就行。不用人力挑水，只需拨动机过，清水便登堂入室。朕的皇宫里，每日还要几百个太监去玉泉山拉水车。主子，这清河县的奇迹名属确实有些邪门。客官，更绝的在后头呢。你要是想出宫，屏风后面有专门的茅房，那叫一个干净。小的就不打扰了，有事您拉门边的铃铛。这便是茅房，为何没有臭味？连个公桶都没有，我该如何如厕？主子，这必定是迷魂阵。这白色的瓷盆形状如此诡异，中间还有水，难道是用来洗脚的？这白瓷光洁如玉，即便是宫里的御用瓷器也不过如此。这林县令竟暴殄天物，用此等名贵之物放在茅房。李忠，拉一下那根绳子看看。主子退后，以防有暗器。暗器！主子快跑！水底下有怪物把水吸走了！冲走了，一根绳子全部冲走，没有臭味，没有蝇虫。主子，您怎么了？您是不是中了这房间里的毒瘴了？朕治天下10年，朕以为朕的皇宫是天下最极乐、最奢华之地，可今日朕才发现，朕每天上的茅房，连清河县客栈里的一个白瓷盆都不如。主子慎言，去查，立刻去查！这个林州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他弄出这些东西到底想干什么？朕的天下绝不允许有朕看不懂的东西存在。大半夜的，这清河县又在搞什么动静？莫非是林州在暗中调兵？主子卧倒，天降业火，有刺客用火攻，属下掩护您杀出去。滚开，你这蠢货！压死朕了！那不是火，没有浓烟，没有火苗窜动，光被锁在了那个透明的罩子里。这是夜明珠，林知县竟用几百颗水缸大的夜明珠来借道，他这是要把国库掏空啊！这是杀头的大罪！蠢货，若是夜明珠，早就被沿途的辽民抢光了。你仔细看那铁柱底部，有细长的铜管相连，这光是被送上去的。光还能顺着管子送主子，这清河县定是妖邪之地，咱们明日一早就离开吧，免得沾染了邪气。离开？朕若是就这么走了，以后晚上闭上眼，想到的都是这清河县的灯。朕的京城一到入夜便如鬼域，唯有皇宫点着几百盏昏暗的烛火，而这区区一个县城，竟然让黑夜变成了白昼。朕不走，朕明日要去这清河县的衙门看看，朕倒要见识见识，能造出无臭茅房和白昼之灯的林州，究竟是怎么断案理政的。这位先生，办什么业务？请先去那边取号排队。取号？朕，我来此不是办什么鸡毛蒜皮的业务，我要见你们林县令。去通报，就说京城来的大人物要见他。
每天都有10几个自称京城大人物的来推销假古董。林县令很忙的，你要见县令，去3号窗口填政务访谈预约表，审核通过后排期。现在去排队取号。放肆！你可知？好，我按你们的规矩来。取号是吧？办什么事儿？户籍、田产、商税还是民事纠纷？我要与你们县令探讨治国安邦之大政方针。治国安邦？那你走错地方了。出门左拐有个茶馆，里面天天有人在谈治国安邦，还能听免费评书。我们这里只办实事，到底办什么？民事。早说嘛！民事纠纷，丙字号250号，去大厅候审区坐着等叫号。250？你敢骂我？号码是机器按顺序吐的，他又没长眼睛。下一个。请丙字号112号到3号窗口办理。这是衙门，没有魏武生，没有杀威棒，没有惊堂木，百姓见官为何不跪？主子，这简直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官不为则民不为，这林县令把衙门搞得像个茶馆，简直是乱臣贼子。你懂什么？你看那个办田产的窗口，片刻之间就盖章出具了地契。若是换在京城京兆尹的衙门，单是书议核对、主簿签字、老爷过目，少说也要押上10天半个月，期间还要层层盘剥。他摒弃了皇权赋予的威严，换来了极其恐怖的效率。这个林州再用一套全新的规矩取代朝廷的礼法。请丙字号250号肖二狗到4号窗口办理。谁敢笑？我砍了你们的脑袋！还嫌不够丢人吗？走。250，他竟然让机器骂我是250，朕堂堂95之尊，竟然在一个县衙门里被当成猴子一样围观。主子，给属下一支响箭，属下立刻调集精英铁骑，把这县衙平了。让！急箭！超时要扣钱了！800里加急军情，主子小心！这黄衣斥候骑的，定是兵部绝密的疾风战车。看他神色如此焦急，难道是边关失守了？边关失守，不应该啊！若是军情，为何不骑快马，反而骑这种2轮木车？莫非这车比马还快？王老板，您的城南里脊烤鸭，外加2斤陈年花鸟，赶紧趁热吃，油还没凝呢。记得给个5星好评啊，别忘了。香，小伙子速度真快，没超时，好评一定给。800里加急的军情，送的是一只烤鸭。主子，这定是敌军的密电，烤鸭只是暗号。暗号个屁！那是真的烤鸭，真的闻到葱花味了。你看看这满街跑的，送面的、送菜的、送布料的，林州竟然把比朝廷驿站还要高效100倍的传递系统用来给这帮泥腿子送吃喝，他到底把效率当成什么了？主子息怒！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这等神速的交通网络若用于调兵遣将、传递军报，天下谁人能挡？他竟然用来送烤鸭！吃个鸡也要排队。朕在皇宫里，120道御膳都是排着队等朕吃，今日竟然要朕等一只鸡！主子稍后，属下这就去把队伍清空。你长点脑子，昨天那钢叉你还想再试一次吗？看我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利益足够，没有什么是买不到的。这只鸡，我出1000倍的价钱，给我包起来。喂，你这是怎么插队啊？穿的人模狗样的，懂不懂规矩？插队狗，滚到后面去！不讲武德，呼叫巡查司！闭嘴！本公子的时间，比你们所有人的命加起来都值钱。这位客官，把你的纸拿走，我这里只收清河代金券或刷身份证。还有，你插队了，请回队伍最后面。你瞎了吗？这是100两大同钱庄通兑的银票，你卖一辈子鸡都赚不到的钱，给我把鸡包起来！
接到商户报警，有人恶意插队并扰乱市场秩序，请出示身份证。你们敢动我家公子一根汗毛，诛九族！暴力抗法，罪加一等。再不收起武器，立刻呼叫防暴队。好，我倒要看看你们这规矩能硬到什么地步。一杯浊酒浇在心头，谁能记得呢？肖二狗违反清河县治安管理条例第7条，恶意插队扰乱公共秩序，系统判定扣除信用点10分。你敢在我的牌子上画叉？信用点低于90分，本月内禁止进入高档酒楼，禁止乘坐公共马车。如有异议，请去衙门7号窗口申诉。现在，请离开排队区域。瞎了你们的狗眼！睁大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如朕亲临的免死金牌！我插个队怎么了？在清河县，不认金牌，只认临县令的系统。别说是免死金牌，你就是玉皇大帝，插队也得扣分。所有人一样处理，退后。还玉皇大帝呢？赶紧滚后面排队去吧，肖二狗！走！反了，彻底反了！连一片破铁牌都能压在朕的头顶上，朕的免死金牌竟然不如他林州的一个红叉好使！主子息怒，这地方的人都被林州洗脑了，全都疯了。老王婆子，你洗地就把水往我家门口扫，你是不是瞎？这过道是公共的，水往低处流，他自己流过去的，关我什么事儿？看到没有？这就是证明朕比那个林州强的好机会。林州只懂用死板的规矩压人，而朕懂得用王星教化天下。看朕如何3言2语化解这场纠纷，让他们感受到天威浩荡。两位老人家，且听我一言。常言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家同住一城，皆是皇天后土之子民。为了一洼胶水伤了和气，岂非有违圣人以和为贵的教诲？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如各回各家，如何？你谁呀？居委会的？我不过是一个路见不平、通晓礼义廉耻的读书人。听我一句劝，天下大同。大同你个头啊！懂不懂法？清河县邻里固制法第10条规定，公共区域内产生的水渍垃圾，遵循谁产生谁清理的原则。他老王婆子洗地产生的水流到我家地界，就是侵犯了我的物权边界。你少放屁！手册第3条也写了，非主观故意导致的液体自然流淌，且未造成实质财产损失的，免于处罚。我不是故意的。物权免于处罚？你们不讲孔孟之道，竟然拿着一个小县令写的册子在这里引经据典。孔老夫子能帮我把地扫干净吗？林县令的法能。等等，手册第72条写了，非官方认证的调解人严禁在街道强行插手民事纠纷，这叫非法干预司法程序。老王婆子，咱们先别吵了，把这个装腔作势的神经病举报了，举报非法调解，奖励2个信用点呢。2个信用点，对，吹哨子。跑！快跑！主子，咱们甩掉那2个泼妇了。金钱买不到特权，身份压不住规矩，孔孟之道干不过一本普法手册。朕的天下靠的是杀戮和血统，而他灵州的清河县靠的竟然是系统。难道朕治天下10年的方法真的太原始了吗？主子小心，这定是敌军攻城的号角。瞎嚷嚷什么？这是系统触发的红色防汛警报，清河县突发山洪，所有人拿好物资，跟地上亮起的夜光箭头去2号高地避难所。大灾当前，为何无人趁乱哄抢？你们的地方官连面都没露。抢什么？系统自动分配资源，按人头领配给。就算抢了，没有林县令盖章的身份证，你也刷不开避难所的大门。小二狗，赶紧刷卡领物资撤离。放肆！
我绝不穿这等粗鄙之物。行，系统记录，小二狗自愿放弃抗洪物资，一会儿被水淹了，别怪别人。下一个，主子，留得青山在呀，水漫进门槛了。好一个自动分配，我倒要看看这死板的机器怎么挡得住滔天洪水。去堤坝，我要看他这套系统怎么崩溃。人员分流，一品格力一气呵成，这等调度速度比兵部还要快上10倍。缺口变大了，快开甲字号库房拿防洪沙袋。开不了，张县城被塌方堵在城南了。这库房的千斤闸需要双人授权，系统死锁了。再不拿沙袋，下面2个村子就全淹了。给我砸开！不能砸，强行破坏千斤闸会触发自毁击困，里面的火药会把沙袋全炸了。没有授权，谁也打不开，我不敢违规放粮。林州，你看到了吗？这就是那林州的规矩。死板的系统遇到极端情况，直接把他们卡死了。主子英明，这帮人作茧自缚。没有天子的临机决断，一台破机器能救国。今日这堤坝必决，林州的神话到此为止了。林县令，他就是林州，堂堂一县之首，竟然像个苦力一样冲在最前面。系统锁死了，差一个授权，大人，按系统流程，我们只能撤。大人，您在破坏系统规则，这违背了您定的铁律，去他的流程！给我听好，从现在起，切断库房自毁引线，用火炮把库房大门给我轰开。可是制度，先救人，再谈制度。违规的罪，我林州一个人背。开炮！拿沙袋堵错口。主子，他为了救人，亲手砸了自己的规矩，他连命都不要了。他不是县令，他是系统设作者，定下规矩限制强权，却在天灾面前亲手打破规矩挽救生灵。他不是被规则控制的怪物，他是真正掌控规则的人。双重授权机制存在单点故障风险，明日更新一级预案，加入人工强行越权后置审计机制。你赢了天灾，但你亲手毁了你自己定的规矩，在你的系统里，这该当何罪？规矩是我定的，漏洞自然由我来补。至于罪名，明日我自会去执法局领罚扣分。不过用我一个人的信用分换回下面几万人的命，这笔买卖系统判定为血赚。哼！若是在朝廷擅开官库、毁坏重地，是诛九族的死罪。你以为这天下大政是算学游戏吗？这京城来的萧二狗客官，如果用你们朝廷那套草菅人命的规矩，刚才下面那2个村子已经没了。我的系统再儿戏，他在救人，而你们的皇权只会害人。放肆！你安敢非议朝政？天亮了，水退了，回你的客栈洗洗睡吧。清河县不养闲人。林州，朕绝不会输给一台机器。林县令，昨夜抗洪你干得不错，但游戏该结束了。萧二狗客官，县衙后堂不对平民开放，出门左转，慢走不送。大胆！朕不装了，朕摊牌了。朕乃大前天子萧彻。林州，见着如朕亲临的9龙金牌，还不速速跪下接驾，交出清河县印书！怎么吓傻了？念你昨夜治水有功，只要你现在跪下认罪，朕可以赦免你之前对朕的不敬之罪。你干什么？那可是太祖传下来的纯金龙牌，你敢把它塞进那个破铁盒子里？查到了，材质纯金，皇家纹路，身份核实，大前皇帝萧彻。哼，既然查明了身份，还不赶紧把这屋里所有管事的都叫来，听朕训话，把你们的城防图拿过来。抱歉，办不到。
你说什么？你敢抗旨？陛下，根据清河县超级系统的判定，您的个人信用分目前只有75分。75分怎么了？朕是皇帝，这天下都是朕的。清河县政务安全条例第7章第3条规定，信用分低于90分者，属于高风险不稳定人员，严禁调读任何县级核心机密；信用分低于80分者，剥夺一切行政干预权。简单来说，您因为昨天买叫花鸡被扣了10分，现在在我的系统里，您的权限还不如门外扫大街的王大爷，您依然无权干涉清河县的任何房屋。你放肆！朕的皇权难道还比不上你系统里的10分？李忠，给朕拿下个狂徒！乱臣贼子，纳命来！这又是什么妖法？林大人，不好了！最高级别红色战备警报！说哪里绝虚了？不是天灾，是人祸！城北20连外突然出现大批军队，打着清君侧、猪妖邪的旗号，足有3万精锐，已经兵临城下了。3万军队，朕出巡路线机密，经营未动，哪里来的军队？还有城内、城南的刘员外、赵大官人等10几个乡绅，趁着昨夜大水，把全城的米铺全封死了。他们现在纠集了几百个家丁，正在难民营煽动灾民，说这大水是县令逆天而行，惹怒了龙王。他们正准备里应外合去砸南城门。主子，内忧外患，这是蓄谋已久的叛乱啊！林州啊，林州，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系统。你的系统能算准水位，能分发物资，但它算得准人心吗？它挡不住城外3万把明晃晃的钢刀吗？外部3万，内部暴乱，时机卡得挺准。别算了，死板的机器救不了你。乡绅作乱，是因为你的规矩剥夺了他们的特权，他们恨你入骨。敌军围城，是因为看你清河县富庶，却无重兵把守。现在能救这满城百姓的，只有朕的95之尊。只要朕站上城头，朕必一呼，叛军必生忌惮。只要朕下旨诛杀那几个带头的乡绅，内乱顷刻便平。林州，跪下求朕交出兵符，朕来教教你什么叫做帝王的杀戮法则。陛下，您刚才说去城墙上振臂一呼，3万叛军射出的箭能在您的龙袍上扎出100个透明窟窿。系统不认您，叛军的箭就认您了。你懂什么？那是天子威仪。至于城内那几个乡绅，陛下，您刚才说要诛杀他们，派这李侍卫去挨个砍脑袋。10步杀1人，千里不留情。属下定能取那几个乡绅的手献给主子。哼，太原始了！砍脑袋这种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弄得血雾狼藉，太脏。不杀他们，难民营马上就要暴动，城门一破，大家全得死。你的机器还能把他们说服不成？这是什么怪物？你把兵器攻防建在了地下？这不是兵器，这是清河县的大脑水利开发机，全城几10万人的互交易信用点全靠它在运转。装神弄鬼！主子，外头难民营马上要暴动了，那几个山役乡绅一挑唆，城门一破，咱们都得死。请主子下令，属下这就去把那几个带头闹事的乡绅宰了。对，林州，朕现在没空看你的铁疙瘩，对付这些煽动造反的劣绅，唯有杀鸡儆猴，把他们挂在城楼上，暴乱自然平息。杀人？砍了刘员外的脑袋，他的家丁就会立刻哗变，难民见血就会彻底失控。陛下，您的帝王之术，除了制造流血和仇恨，解决不了任何根源问题。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不用刀剑，你拿什么平息几千人的暴乱？拿你手里的破纸片吗？纸片，这是他们上个月囤积粮食的交易指令卡。看好了，陛下，在我这里惩罚一个人，剥夺他的生命是最下等的手段，最高等的惩罚是抹杀他的社会存在。乡亲们，昨夜的大水就是林中那狗官倒行逆施，搞什么机器惹怒了老天爷，他把粮食全藏在县衙里，想饿死我们。看看，我们有米，只要大家跟着我们去砸开南城门，放外面的义军进来清君侧。这些米全部分给你们。我们要吃饭，砸城门，砸县衙。兄弟们，跟着老爷干！事成之后，每人少50个信用点，去城里最好的酒楼吃香的喝辣的。锁定目标：清河县钱庄粮库，城门防务系统数据同步完毕。你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有什么用？你还能隔空用这铁茬子揍死他们不成？陛下，请看好，
这叫金融抹杀。老爷，不好了，大塌天了！皇上，天塌下来有老爷我顶着，等砸开城门，咱们就是开国功臣。不是啊，老爷，就在刚才，清河钱庄总号发来红牌旗令，您名下所有的账户全都变成零油点厂的商铺系统，全部打到丰田。放屁！我账户里有20万信用点，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刘老爷，系统提示你破产了，我们这个月的工钱你发不出来了。别听系统的，机器坏了，我有银票，大同钱庄的银票，我给你们发现实用的。老爷，红牌封杀令一下，全城没有任何一家商铺敢收您的钱，您的身份证已经作废了，您现在买不了1粒米，连出城的闸机都过不去。您在青山县是个死人了。嘿，兄弟们，雇主成了黑户，这活没法干了，撤！我有钱，我真的有钱，你们去砸城门啊！你连买个包子的信用分都没有，还指挥我们？兄弟们，他不是老爷了，他是黑户，把他的米抢了！是干粮，还有防寒的姜汤包，上面盖着林县令的系统章。县衙没有独吞粮食，系统发粮了，系统没有抛弃我们。别踩我！我的钱，这是我的钱啊！陛下，内乱平了，您可以自己看看，没有死一个人，没有动1刀枪。你只拉了一下那根红色的叶杆。对，在高度运转的系统里，信用的崩开比肉体的死亡快得多。刀剑只能斩断他们的脖子，但我刚才切断了他们与这个世界所有的联系。主子，这太邪门了！那些穷凶极恶的护院，竟然因为一块木牌子失效，直接扔了兵器就跑了，这比杀了他们还诛心啊！朕一直以为流血是解决叛乱最有效的方式，没想到还能有此等方法。不流一滴血，让一个手眼通天的附身瞬间沦为连乞丐都不如的黑户，你的惩罚比吉祥孔更彻底。这套机器，这套规则，它能管一个县，是不是也能管天下？陛下，现在不是思考治国之道的时候。内部的跳蚤清理干净了，接下来该去招待城外那3万大军了。陛下不是想看看我的系统能不能挡得住明晃晃的钢刀吗？走吧，上城墙，我带您去看看什么叫做工业时代的武器。兵呢？你的守城军呢？敌军都杀到眼皮底下了，城墙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昨夜全城抗洪，巡查司和守卫队连轴转了5个时辰。按照系统劳工保护法，他们现在强制带薪休假3个时辰。带薪休假？3万叛军围城，你给守军放假？林州，你是不是疯了？主子，这县令定是敌军的内应，他故意支开守军，想把您献给叛军。属下拼死护您从南门杀出去。朕不走，朕乃95之尊，岂能弃城而逃？今日，
朕便站在这城头，与清河县共存亡。朕要让这帮叛军看看什么是天子守国门。这位肖二狗兄弟，戏真多，麻烦让让，你踩到主蒸汽管道的检修井了。滚！将军，您看，城墙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连夜抗洪，肯定已经累瘫了，连弓箭手都没来得及布置。天助我也！灵州那个妖人，平时靠着七巧营计欺压乡绅，今日这清河县的粮仓和金库，全是我们兄弟的了。吵死了！大清早的，噪音污染超标。林州，敌军马上就要攻城了，你还在看表？你到底有没有对策？陛下，时代变了，血肉之躯在钢铁面前毫无意义。不识抬举，全军冲锋！先行城墙者，赏金100两。那是什么东西？投石机吗？连个人都没看到，难道靠鬼神来拉钱？地雷！有地雷！退！快退！不许退！那只是火器陷阱，他们人少，装填很慢，冲过去！地雷阵组织成功，敌军阵型密集，1号至8号蒸汽闯弩机组自动锁定完毕，开火！这不可能！这是什么闯弩？为何不需要上弦？盾牌兵顶住！顶住！阵型收缩，那就加点温度。2号防线，猛火系统启动。这不是打仗，这是屠杀，这是妖妇，妖法！撤！全军撤退！午夜时分，月上枝头，谁为谁心疼？一杯浊酒浇在心头，谁让谁醒了？日升微微落真空。天罚，这是天罚，凡人岂能抵挡此等天威？陛下，您刚才说要站在墙上振臂一呼，用天子威仪震退敌军。这到底是什么力量？这根本不是治民之术，这一尊用来杀人的神。它能治水，能发粮，自然也能杀人。陛下，您现在还觉得凭您手里那把短剑能拯救这座城吗？朕的天下被一堆生铁和蒸汽打败了。荒谬！简直是一派胡言！3万镇北军叛乱，连清河县的城墙都没摸到，半柱乡内全军覆没。这军报是谁写的？丞相，3万人被漫天盖着天雷和火海军烧成了灰，清河县那边零伤亡。那清河县连驻军都没有，哪来的天雷火海？
这定是妖术。那清河县令林州早有传闻，他弄些奇奇妙妙，搞什么机器。如今他竟召唤天雷屠军，他这是要谋反啊！陛下微服出巡，至今未归。若这妖人林州挥师京城，谁人能挡？趁着妖人还没反应过来，必须先下手为强。丞相，下令吧！调集3000御林军，立刻去清河县拿人。可是3万大军都挡不住他的妖法，3000御林军去，岂不是送死？妖法施展必有反噬，绝不可能连续使用。传老夫口谕，封锁消息，命御林军统领带黑狗血上的泼童子尿，无论死活，必须把林州这乱臣贼子所拿入京。城里的人听着，清河县令林州使用妖术屠杀朝廷兵马，本将奉内阁令捉拿妖人，立刻打开城门。放你娘的狗屁！什么妖术？我们清河县靠的是系统和科学，你们这群吸血的蚂蟥！叛军攻城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现在我们打赢了，你们来抓我们的县令，想带走林青天，先从老娘的尸体上踩过去！迷信，这就是迷信。朕自诩勤政爱民，却从未有一地百姓愿为朕挡在御林军的刀枪之前。主子，御林军的枪头可没长眼睛，一旦冲突起来，这帮百姓瞬间就会被屠杀。主子，亮出金牌吧，只有您能护住林先生。林州，这帮朝臣疯了，他们是来要你的命的。朕现在就出去亮明身份，宣旨赦免你。有朕在，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汗毛！你疯了吗？你不让朕救你，你想被他们当成妖人千刀万剐吗？陛下，您现在出去亮明身份，的确能保住我的命，但您的朝堂依旧是那个腐朽的朝堂，这群百姓依旧会被他们视为暴民。那你要如何？难不成你又要拉下总闸，把这3000御林军也射成刺猬？御林军不是叛军，他们只是旧时代的提线木偶，杀他们改变不了任何事。你把系统关了，你这是自废武功！您不能过去，他们会杀了您的，我们不怕死。王大妈，回去把地拖干净。法治社会不许抗法，听话，让开。你别过来！本将身上带有黑狗血，你休想施展妖术！统领大人，别紧张，系统我已经关了，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也没有妖术。你不是要拿我进京吗？上枷锁吧！来人，上金刚重枷，把他给我锁死！为什么？你明明可以碾压他们，你为什么要屈服于这群蠢货？床弩和地雷只能摧毁他们的肉体。臣这次自愿进京，是要在金銮殿上彻底摧毁他们脑子里的旧时代。主子，林先生被抓走了。那帮严嫩官官的嘴比刀子还毒。林先生进了京城的大牢，恐怕熬不过3天啊。他既然敢带上那副枷锁，就说明他早就算好了一切。主子的意思是，林知县是故意的。他在逼朕做选择，他在用自己的命给朕搭一个清洗朝堂的戏台。李忠，传朕命令给影卫，我们即刻启程，抄小路赶回京城。遵旨。主子，回京后直接去天牢救人吗？不，我们不救人，
朕要暗中配合他，朕要坐在龙椅后面，亲眼看看林州这把工业时代的快刀是怎么把朕这满朝的腐朽老顽工切得连渣都不剩的。几架回京收网。大胆妖人林州，剑价为何不贵？尚书大人，这套枷锁重30斤，卡死了颈椎。按照人体工学，我现在强行下跪会导致高位截汤，这是系统保护机制，跪不了。一派胡言！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陛下，此人便是用妖法屠杀3万镇北军的乱臣贼主。哦，妖法。丞相，你们查清楚了？臣已查明，这林州在清河县蛊惑人心，造出无数喷火吐水的妖物，不仅僭越乱政，更意图谋反。请陛下即刻下令将此妖人凌迟处死。陛下诛杀妖人，护我大显。林州，满朝文武皆说你是妖人，说你僭越乱政，你可有话辩解？跟一群还在用算盘和竹简的原始人辩解什么是工业革命，太掉价了！狂妄！死到临头还敢辱骂朝臣！臣恳请陛下允许臣的同伙上殿，臣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准宣。这定是施展妖术的法器！护驾，快护驾！户部尚书，打开看看，这是清河县去年的税收报表。这怎么可能？清河一县的税收竟抵得上江南3个副乳大州的总和？那是因为系统实行强制明码标价和信用点流水追踪，没有任何一个乡绅能偷逃1文钱的税，税收暴增100倍，这就是你们口中的乱政。你念给大家听听，去年的恶性案件有几起？0起，犯罪率归0，这不可能，定是地方隐瞒不报。隐瞒？全城无死角遵查，加上信用分关联连坐机制，一旦犯罪，终生买不到1粒米。谁敢犯罪？谁能犯罪？那城外的天雷火海呢？3万大军灰飞天灭，那不是妖术是什么？妖术？你们这群老古董以为这毁天灭地的武器是妖术？我告诉你们，这叫标爪流程结出的果实，这是蒸汽动力、齿轮传动和流水线量产的工业奇迹。你们整天满嘴仁义道德、祖宗礼法，可天灾来时，你们除了发罪己诏，只会层层盘剥赈灾粮。而我的清河县系统自动分配物资，灾害恢复速度惊人，比你们快100倍。你用铁戈的治国，剥夺士大夫的特权，这是倒行逆施，官不为民必反。这就是你们旧体系的毒瘤。你们这套权力控制人的体系，靠的是人情、贪腐、恐惧，极度低效。在硬核的数据和工业逻辑面前，你们的特权连一堆狗屎都不如。陛下，此人妖言惑众，请陛下圣裁。请陛下亲自执刀，诛杀妖人，此妖人以正朝纲。你们给朕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萧二狗还被画了红叉。陛下，这是何方狂徒的牌子，竟敢在御前展示？这是朕的牌子，朕就是萧二狗。朕在清河县微服私访，朕买叫花猪插了个队，被系统当场逮住，扣了10分信用点。朕亮出免死金牌，人家连看都不看一下。清河县的差役竟敢扣陛下的分儿，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啊！臣这就去调兵灭了他们，灭你个头！朕这叫心服口服。见识过金融酱油和重火力洗兔，
朕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治国。他的系统不免死金牌，只认规矩，这是能让大前帝国国千秋万代的真正神器。朕宣布，从今日起，全盘接受林州法则，大前帝国全面推行清宪民事。陛下，祖宗之法不可变，若让机器和死规矩治国，还要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大夫作甚？陛下若一意孤行，老臣今日就撞死在这爬龙柱上，以死明志。以死相逼。林县令，按你的系统规矩，意图破坏公共建筑盘龙柱，该当何罪？按大臣治安管理处罚例第修订版，寻衅性滋事，扣除信用点50分，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的照价赔偿，严重者冻结名下所有钱庄账户。立中，属下在，传朕旨意，就当首领试图以死相逼，直接清算，把他们头上的乌纱帽全给朕摘了，查抄名下所有资产，列入系统黑名单。陛下，你竟为了一个铁疙瘩，要将满朝文武一网打尽？不换思想就换人，朕的帝国要全速运转，不需要你们这些生锈的半蛇。拖出去！昏君，你不得好死啊！林州，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清河县令，朕封你为大前帝国首席架构师兼国师，这天下交给你来重构。陛下，接入系统是会痛的，您准备好迎接时代阵痛了吗？放手去干！朕要让这个世界在齿轮和蒸汽的轰鸣中站立。3号蒸汽管道接口没对称，扣2分信用点。赶紧拿扳手拧紧，动作快点儿！李大人，这管道压力太大，拧不动啊！少废话，林国师说了，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完不成进度，今晚食堂没肉吃。户籍系统主服务器联网，启动信用机制全国推广协议，接通各政府行政流程标准化终端。1年，仅仅1年时间，林州，你真的做到了！这不是我做到的，是标准和工业化的力量。一个横扫八荒的蒸汽婆坑大帝国已经开始运转。有了这套系统，朕的大军将所向披靡，朕的阵可以瞬间直达最偏远的村落，没有任何人能再欺瞒朕，就是这个天下唯一的主宰。这个系统里没有唯一的主宰，就连您也只是一行代码。当系统彻底成型的那一刻，它就不再需要任何人了。你这话是慌什么意思？5年了，当年从京城到清河县，快马加鞭也需3日，如今坐着蒸汽列车不过个时辰。天下大治，竟是这般光景。主子，林国师当年布下的图纸，如今已在大前各个州补遍地开花。现在路不拾遗，夜不闭黑，大家办事全靠刷卡。去看看咱们的大功臣，5年未见，朕倒要看看他把这清河老巢又折腾出了什么新花样。肖二狗，系统显示你的临时通行证已过期5年。此外，你名下还有一次买叫花鸡插队的扣分记录未消除，权限不足，禁止入城。规矩就是规矩，一点没变。
不过我这次来不办临时证了，朕这次是来办长期证的。全线确认，欢迎萧先生回到清河县。二位，后堂机要重梯，闲人免进，你们找谁？找林州，告诉他，京城的故人来了，找他讨一杯茶喝。林大人，林大人不在，不在，去哪个公放视察了？他辞官了，3个月前就走了。他说大洽前的系统已经稳定令网，他留在这里只会成为系统自我迭代的障碍。林大人什么都没带走，他只交代，如果有一天一个叫萧二狗的人来找他，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他。一杯浊酒浇在心头，谁料不尽了。陛下，当你看到这封信时，说明大前的工业化已经越过了不可逆的临界点。主子，林国师为何要走？他如今大权在握，天下谁人不敬？他这是要反啊！你曾在摘星楼问我，当系统成型，天下究竟是谁的主宰？我现在把答案留在纸上。制度存在的意义是让世界不再依赖某个人。臣退了。林大人他连自己都算计进去了，他真的一无所求。这就是新世界的模样。